契丹大国代价何止100万，杜令公之腋下亦有20万貔貅猛士，一举而下汴梁，不过反掌监视。大使与司空凭吴越王之命北来，想必自有官封权宜之计。如今天清在即，时加10余载，气数已尽，吴越诸军当知大事。张太尉如今提大兵10万，兵临京师，破城之日，恐无完卵。尊驾来此，是想要我吴越弃朝廷而奉契丹？北朝大军乃不世出的圣人，岂是诸位想见就能见的？若无重臣引荐，大使与司空，怕是连大军之兵帐都进不得。使君，开封府有人来拜。吴越一向公事朝廷，勤修贡事。使君与司空此来，所带银卷珠玉，想必不在少数。纵使当下社稷崩乱，局势败坏，主公要替吴越改视他人，怕一时也难于计议。腋下的杜令公，未见得有天子气。契丹主雄踞北方，成为豪盛，可能否入主中原，亦未可知。张太尉昏聩贪比，一匹夫耳，更不堪论。主公所携礼敬，怕是一时送不出去了。既然如此，何不多少将携出来，以安抚京师黎庶？既然仓促寻不得中国之君，善事中国之民，也是正理呀。哪里来的无赖，竟敢如此无礼！哎，尊驾莫生气，莫生气。杜令公和契丹主，皆不足以臣之。那依君所见，当今圣主何在？司空何出此言？当今天子自驾坐在资德殿内，未尝有退却外善之志，天下何来他人圣主？你想借多少？多少全凭司空心意。京师10万黎庶，嗷嗷待哺。豪富之家虽属100万，亦不为多；贫寒小户虽涓滴之线，亦不为少。既如此，你帮我做一件事，我就做主借贷10万银券于开封府，只是需立下字据，以抵扣贡事，如何？你能做得主吗？我乃开封府判官，此等小事，如何做不得主？司空大手笔啊！张太尉一片全权之意，却当成了耳旁风。10万银券，宁可扔进水里，也不肯拿出来劳军。我方才让你帮我做件事，便是将这个偷了我茶杯的毛贼缉拿归府，以律治罪。休要污蔑我！谁偷你茶杯？人赃俱获啊！还请司空命贵府绑了此人，我拖他回去。来人！是不是借多了呀？借都借了，多少还重要吗？那是不该借啊。何为该借？何为不该借？也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个骗子，空口白牙一顿说。哼，银券，我们直接送到开封府，犯人他自家押着，这又如何骗得了人呢？我还是觉得此事有些荒唐。刚才你借的时候倒是挺爽快啊，此事做的的确是荒唐，但做都做了，现在又开始反复犹豫，就更荒唐了。我就是觉得那个人说的话极有道理。且不论六哥和国忠是否还要继续尊奉眼下这个朝廷，在京师之内，这数十万百姓却是无辜被难，能尽力救得些，总好过作弊上官。有些事，官家不管了，终须得有人来管。
使君、司空，中书遣人传书，说冯令公召集朝廷3品以上文武公卿，于1个时辰之后简贤讲武殿议事，外藩使臣也在其列。老令公，天子已然自弃天下，杜令公效先帝当年故事，引北朝大军南下，其事不可当也。小冯相公，下官敢问，何为效先帝当年故事？先帝弃了幽蓟，杜令公难不成要弃了两河？内汉又何必如此装糊涂？契丹大军已然到了腋下，河北之地尽归北朝所有，又何来一个弃字？腋下降了，晋阳却未降。杜令公效仿先帝，刘令公却断不肯为二臣。河东100万之兵，是与契丹一决生死。说的倒是好听。刘令公拥兵晋阳，河北沦陷已有数月，如何不见河东军出兵御敌？你却又是何人？官居何职？公卿讲武殿议事，也有你插嘴的份吗？下官乃河东班汉马步军孔目官郭荣。下官代刘令公陈情于京师诸公。杜重威叛国，张燕则逞嗣，契丹大举南来，当道诸公却不知安民御敌，却还想着将卖国的奸贼称臣驱袭，这岂不可笑？原来如此，连刘知远都动了心了。却不知刘令公何日提兵来京师辅政呢？小冯相公的意思，是欲使刘令公像杜令公那般，弃了河东百姓黎庶，将12州国土拱手让与契丹，再率兵南来京师，以兴鼎革。河北是前线，河东难道就不是前线？河东不能弃，那是朝廷最后的指望。召你们来本不是议论这个的。张彦泽的兵近在咫尺之间，你们谁若是欲降，稍时自可出城去降。眼下是有一桩急务要着落在你们身上，却不知老令公所言急务究竟是何事？粮食、兵。天子将兵都打尽，转过头却又寻武要兵，燕是是啊。勋贵，禀令公，朝廷规制，载职以上，倚仗50，使相备之。各个节镇、诸军、诸司使，各有牙兵亲教，巨额不等。悉数充裕营伍，能够得到5000兵力。至于粮食方面，公卿、丞郎各家的司令，至少60-70担，多则300-500担。若悉数以充粮秣，至少可供给京师居民2月有余。却有钱家的日子，捐书钱粮。诸公，国难当头，正该戮力报效，以权终结。真的要动手吗？你说呢？大殿里，不是公卿，便是勋贵。平日里哪一个都惹不起。抛弃骨头不过5、7、10斤肉。
仍在城外的贼军营中，尚不足贼众一顿军事。三国桥，我家无兵，自罢相之后，仪仗也都撤了，只有10束家丁、380担存粮，还有12000贯匹钱绢，都与了令公便是。冯令公，贵使，我朝与贵国本是敌国，于此危急存亡之时，老夫便不客气了。南唐使团上下500兵丁，便由侍卫亲军征用了。冯令公，彭令公，吴越使团卫队2个指挥，加上另外1个黄龙岛的水族营，共计612余人，愿意听从令公调遣，守卫京师。远道而来修贡士，没有那许多的粮秣，原本朝贺朝廷征旦的那20万匹钱绢，明日即可捐与令公，以充军事。贵使有心了。只是有一条，还恳请令公应允下官。你说，我吴越子弟乃是朝廷藩镇，守护京师，阵前奋死，当仁不让。只是倘若朝廷以外人视我，将我这诸将士分散编制，枉送性命，那下官也是不义的。吴越之兵，只能守城，不能出城浪战。依你，吴越之境，当由下官亲率，所有将领就由下官于司空奉领，其余将士概不受令，不违军以钱为命。依你，还有吗？如此，下官谨奉令公君命。令公，如此我大唐，你们不行。自此时起，南唐使团上下，有你徐鼎臣一将，皆须听从号令，违令者诛。这许多人，最少还有2个时辰才能悉数入城。总数，怕不是有2万人上下。33800人。你一直在数，到你方才说话为止，总共进去了将近33800人，还不算上之前进去的那几千人，和眼下这些未曾进城的，总人数，怕是有5万人上下。5万人。这城中哪有那许多地方能安顿这多出来的5万人呢？是啊。子平，下官在。开封府如何？向吴越使团带了笔款子，8、9品的书吏、巡城的院子，还有应役的衙前，募了100、10个人回来，勉强能用事了。赵弘殷，末将在。城防修缮的如何？禀令公，已严令儿郎们尽心勘察城防，有毁坏破缺处，即刻修缮。详细分兵协同，均已部署。以赵弘殷节制京师防务，城内诸军悉从其调遣。诺。调元符在。从各府各节镇收编的仪仗、牙兵、家丁，总计4、5千人，除却吴越之兵，一体由你提调整编，才太老弱，遴选青壮敢战者3000，以为城中后备。
诺。京师城内，军资粮秣、口粮配给、医药伤患、买卖公平、居所安定，皆由开封府统辖。自即刻起，桑国桥复任开封尹，子平为判官。京师秩序，老夫便托付给二位了。回禀令公，自昨日午时起，宣阳门方向入城的逃难黎庶已近4万，陆续入城者尚不知凡几。这些人的饮食生计姑且不论，如何安置却是件大事。如今，马前街和周围的几条街道都堵死了，京城里可以安置流民的处所，连1/10怕是都容不下的。薛公，不知这些流民当中，老弱妇孺几何？青壮丁口又有几何？青壮约40%有多。令公，如今之计，可将这些流民青壮收拢编练，这些人上阵杀敌是不成的。然则修筑墙垒、输送给养、烧制饭食，皆是可用之劳役。此事便交于你去办。只要能安定流民，不使绅士生杀予夺，皆由得你。下官领命。只是下官恳请令公给下官拨一支兵，不必多，只需维持秩序便可。吴越的兵，暂不上城墙，随你办差。谢令公。青壮如此，老幼妇孺如何安顿呢？问他。薛公关心，京城之内必有安顿之处。不能安其家，何以安其心？诸位，张彦泽即将攻城，准备开战吧，给这个天下最后留一份体面。诺。来，都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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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听好了，我乃开封府判官薛公僚属，凡是困了、饿了，想有个安生的地方歇歇，想吃一口热饭、喝一口热汤的，都跟着我走，就在明德门前集合，千万不要踩踏伤人。是。田家郎君在呢，带队人马跟我走。好，这你就带着左队，随着司空，务必要护住他的安全。左队向跑！吃饭的、喝汤的，你跟我走。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杨光义、刘庆义、刘廷照、刘守忠、王正忠、王审琦、李继勋、韩崇晕，8将听令。末将在。你们8个人，8个指挥，每个指挥再补进1个队，即刻出城，与大郎合兵一处，攻守进退，皆听大郎提调。末将领命。天子有诏，尔等皆是基辅良将，因离兵祸，不得已而弃家避难，进入京师，便是京师之民。自当遵从法度，今社稷大难，朕与尔等可共甘苦，可同患难。朕之无虞，即尔等之无虞；朕之犯时，即尔等之犯时；朕之敌臣，亦尔等之敌臣。今可责轻壮，以为军前之意。老弱妇孺等辈，皆可入居皇城之内，勿使有积累之忧，勿使有霜寒之苦。朕之至意，尔等
当尽体之。都听明白了吗？都听好了，自即刻起，女子、老人、童子，皆可入住皇城。饭食、汤水、居所，皆由官家遣专人安顿。身长4尺之余，须发未白之男子，不得入住皇城，须听从开封府衙役号令，编户造册，以为军役，驻守京师。你们是想好了？既然入了京师，京师的安危，便是尔等的安危。京师存，尔等存；京师亡，尔等亦亡。天子说：“如父母妻子，吾养之。”排好，都排好，都排好啊！都下来！听号令，守规矩。只要做完了事，人人都有周贺。不听号令、坏了规矩的，便是这等下场。他不过是饿极了，想吃口热粥，却是坏了哪家的王法？司空不再管一些些，来此做甚？我是在问你，他饿了，想吃饭，却是犯了哪家的王法？请司空直起头，替他报仇。怎么，不敢了？看什么呢？继续排好队，添好柴。大战在即，诸事繁杂，你可以不帮忙，却也别给我添乱。司空，拿好你的王法。案上的这些，原本只是蒙童练字、描红的粗纸，但是如今，他烙上了司空于某的印信，那便是杭州凤华山下100顷的水田。司空于某替大王颁下赏格。诸位将士们，还有我身后黄龙岛的弟兄们，都听好了。中一箭者，赐1亩；背一刀者，赐2亩；当1矛者，赐3亩；重伤致残者，赐5亩；临阵殒命者，国中家眷，扩田10亩；至为永业，免其杂赋。好听的说完了，下面说的是不好听的。各位都是老军务了，
军中的规矩，自然都明白，但我还是要重申一遍：有胆敢临阵，失机违令、妄语、擅退、叛逃者，立斩。国中亲眷，男为官奴，女入教坊，3代不赦。